是出生在海边，第一次来中国，早上5点可能落地，我们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，就看哭了，特别感动。一个中医大夫他跟我说，你应该上一辈子是中国人，我现在觉得有可能。我18岁就一个人就开始买胶圈，拿了我的50个胶圈，来了读大学，哪里都拍。我认识野孩子的时候，音乐打动了我们，应该算民谣音乐。你年轻的时候，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家庭。他们去录音，他们去排练，我就去。我们是特别亲的朋友，因为这个青春是一起过的。张薇薇，我叫她张薇薇，舒芳婷快快乐乐，让我真的想，有这样的人在这儿，我就可以待在中国。我老跟她说，我说你的责任太大，在我的生命。喝酒吧的时间也不这么长，有各种人去作家、画家、做电影的。比如说就是杜可风的照片，来了杜可风好激动，都不敢说话就拍。我们俩第一次认识，那时候也是在一个文艺圈，就有我们俩就23、24岁，聊得特别直接，特别放松，但是我们后来一次都没有碰上，正好哪天没拍，后悔。今天我们这个日子就是正好是小索走了13年，这个青春的第一个大的悲伤悲剧。小索走了2天之后，大家就做了一个演出，唱了他的歌，所以我就一个一个叫朋友们过来，我说我就拍，为了留给他一个纪念。即便我去洗的时候，有一半全部都没出来。你是不是把这些人就是留给这些照片，就留给自己？小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？当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，不怎么说话，但是要说话的时候一定要配一个大笑，对，说一句乐一句。黄河的水不停地流，流过了家，流过了兰州，流进路边街角下，流你我的。后来大家也散了。几年之后，就是野孩子中心的开始。原来在一个20平米的一个小酒吧演出，10年之后就在工人体育馆演出。看这些我就挺高兴，还是做音乐，还是开心的团结，没有妥协。我很高兴我能拍到他们的开始。最早野孩子住在丹甸，那时候真的是郊区。我记得我下公共汽车第一个看到的流浪猫。小何和王小丽住在天通苑，这个大的塑料我都不知道小何为什么，可能是保暖，或者可能是为了一个稍微温柔一点的光。
他那个玩笑里，在他家和他闺女那么瘦瘦的，感觉真的作为音乐人吃不饱。现在看那么多人认可爱他的音乐，这是很大的快乐。我这个阶段要做的摄影是纪录片摄影，记录的时候你要让人觉得你不在这儿，你不再拍他们，所以你要让他们接受你这个状态，也是你自己消失，自己不在，你是观察，你在听，你在看，不说话。我喜欢这个状态。放着我的火